如果大家有睇上一集就知我哋行程有幾充實，今集我哋會玩得更癲，食得更奢華。我哋會先去好驚喜嘅 Conslug 帶大家用世界各地古董硬幣親手 DIY 屬於自己獨一無二嘅戒指，之後就會開啟瘋狂美食地圖，由排隊排到癲嘅神級麵包店嘆個 Good Morning 嘅早餐，再去到晴空塔，之後再直闖赤坂哈利波特魔法世界打卡兼掃周邊啊！你以為咁樣就完？我哋仲預約咗極高評價由米芝蓮坐鎮頂級天婦羅店，仲有表參到超人氣隱世發財，兼去埋人氣居酒屋爆食串燒啊！呢一集資訊量同邪惡指數都極高啊！睇片之前記得話咁快幫我條片點個 like、訂閱 channel 同埋撳埋隔籬個鐘仔。Ready 嘅話，我哋即刻出發 ，Go！ 第4日嘅朝頭早去到東京上野，上野除咗行亞美橫丁同埋睇熊貓之外，你有冇諗過可以一秒穿越返去昭和時代呢？呢一間喺台東區役所側邊嘅咖啡店貴，佢由1967年創立到而家。一推開門，淡淡嘅咖啡香配埋古典音樂，出邊嘅繁囂好似即刻同你無關咁啊！而呢一度冇連鎖咖啡店咁趕急，只有老店獨有嘅人情味。下次嚟上野不妨都嚟呢一度叉下電啦！喺日本除咗飲飲食食同埋行景點之外，大家有冇諗過去參加工作坊呢？今次我哋就去咗呢一個硬幣戒指工作坊，其實一直都好想去㗎。喺 IG 度揾到呢一間 Conslug， 原來喺日本好多地區都有分店嘅，大概喺半個月之前喺 Line 度預約定，主打一個用世界各地唔同硬幣去整成一個戒指或者係飾物，基本上嘅價錢就係6500 yen 一位。特別嘅款式咧就需要額外加錢嘅。一開始咧就可以揀定個戒指係要咩 size 先啦，揀完之後大概有15分鐘揀你自己中意嘅款，仲可以細分埋邊一年添，即係其實你可以揀翻你自己出世嘅年份啊，真係夠晒貼心啊！最後咧我哋分別揀咗法國同埋丹麥嘅硬幣啦。開始整戒指嘅過程咧係需要少少嘅力度，之後再打磨修改。工作坊嘅導師都好細心咁教導嘅，所以唔驚係整唔到。最後當然唔少都係打卡啦。第一次喺日本做呢啲手作嘅工作坊，體驗過程都係唔錯噶。終於見到陽光啦，雖然唔係晴天，哈哈哈。整完手作嚟到附近上野炸豬扒店，呢一間新開唔係好耐就入咗百名店，下午1點半排隊，大概排咗10至15分鐘。店內時尚寬敞，裝修走水泥風格，非常之型啊！店內仲有靚女主廚默默咁樣炸豬扒，呢個鐘數有好幾款嘅豬扒已經 sold out 咗啦。今次咧就叫咗我最中意食嘅 Tokyo X 豬扒，肉質咧就係好靚嘅，呈現粉紅色，十分之 juicy 啦。份量大概有4款，食落都好飽。基本啦，沙律菜都係任添嘅。呢一間係絕對大推啊！嚟到上野一定要試下。哇，係藍天白雲啊，好感動啊！點解呢度會有個叱咤嘅 logo 喺度嘅？請問呢棟係咩嚟㗎？哇，呢個公園望上晴空塔。食飽之後呢，就去咗晴空塔附近散步，順便欣賞下繡球花咁啦。晴空塔咧，除咗影相咧，都好建議大家去商場入邊嘅 Pokemon Store 啦。人流咧就比涉谷新宿就會少啲嘅，可以買到心儀嘅嘢應該比較多啲。Misoju 係東京淺草知名嘅創意味噌湯專賣店，佢將日本傳統靈魂味噌湯再結合現代同時尚嘅風格，提供有機蔬菜配料豐富而澎湃嘅味噌湯同埋手作飯團，係極具受歡迎嘅排隊早餐店。而家喺晴空塔咧就開咗分店，唔使再排到傻啦。
如果嚟晴空塔嘅話呢，我好建議嚟食呢一間味噌湯嘅，佢會令你對味噌湯有另一番嘅感受㗎。之後就去咗一個動漫迷隱藏嘅天堂中野，一出車站北口就係一條好長嘅商店街，全條街開滿咗平價嘅藥妝店、衫褲鞋襪同埋好多平民嘅小食。行到盡頭就係重頭戲中野百老匯，呢一個外表好似一個舊商場，但係其實入邊係次文化嘅聖地，無論係絕版高達、中古動漫周邊、懷舊遊戲帶，甚至係中古名錶都應有盡有。中意尋寶嘅你一定要嚟到呢一度，真係可以行足半日㗎。涉谷嚴選超有氣氛嘅居酒屋 Meatsman， 呢一間係涉谷人氣嘅居酒屋，但係咧要啲時間揾嘅，其實佢個位都有啲隔涉嘅，我可以咁講。吧台嘅位置咧，可以同廚師近距離傾偈，氣氛係超級好嘅。必點打卡草莓酒同埋好多款嘅串燒選擇，特別推薦肉捲住嘅串燒，例如係 bacon 帶子串、牛油果芝士串，都係燒得好好嘅。大家咧就唔好眼闊肚窄啦，慢慢食幾串再點幾串咁樣啦。呢一個炸肉丸咧係必點嘅，外層好脆，入邊係流心芝士。最後煮食嘅一定要叫埋呢一個蒜魷魚仔意粉啦。個蒜油味係超濃郁嘅，好好氣氛。記得喺 table check book 咗台先嚟啊！其實呢間鋪頭呢，有一半人都係香港人。哇！第4日啦，都走啦，終於影到天晴嘅門口啦。嚟到六本木呢一個排隊早餐店啊！六本木呢一間來頭唔少嘅早餐店 Bickledge Bread and Company， 早餐店都有3.8分咁高分，原來背後係高分米芝蓮廚師坐鎮。店內環境好有格調。今次坐戶外嘅區域，好適合打卡，好似置身咗喺歐洲街頭咁樣。今次就叫咗招牌嘅 Avocado Honey Bread 同埋牛角包，加埋杯 Morning Coffee， 夠晒完美啊！之後就過咗新宿行街，順便介紹呢一間 Ramen Hayashida。呢一間呢係新宿非常之出名嘅。其實我每次嚟到新宿，如果諗唔到食咩嘅話呢，都會食呢一間噶。雖然佢成日都要排隊，但係佢嘅翻台率好快，所以排一陣間呢就會食到噶啦。而呢間嘅招牌呢，係用鴨同埋大山雞熬出清澈而又甘醇、充滿層次嘅黃金高湯，再配搭低溫慢煮嘅叉燒，打破咗傳統醬油拉麵俾人哋一種死鹹嘅印象。之後就嚟到東京赤坂期間限定嘅哈利波特 Pop-Up Store。入邊有好多我從來都冇見過哈利波特嘅商品，都幾值得嚟睇下噶。
哇！就算我話唔係好中意哈利波特，我見到啲魔杖我都好想買喎。OK。佛地魔。想買隻多比翻嚟。我第一次見到多比。Oh my god！ 呢個全部都係粉紅色㗎。頭先你話個相思冇用嘅，原來入邊有嘢嘅，雖然係唔好食。臭味怪味糖啊！怪味糖喺邊啊？真係怪味。Every flavour bean。減價喎，減價喎！有啲想買妙麗。好得意喎！呢個係咩糖啊？蘋果味，有土味、檸檬味。佢仲識喐嘅呢個。有心機啊！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個 3D 效果咧？即刻買咗嘢啊！雖然唔係哈利波特嘅粉絲，咁啊睇下陣間開出嚟係乜東東鹽西葱啦。事緣冇喺日本食過法國料理，所以今次咧就特登 book 咗呢一間餐廳。其實都係喺出發前幾日 book 嘅啫。咁今日係平日嘅晚上8點半啦，但係呢一度咧都係 full booking 嘅。果然係連續4年入選米芝蓮推介嘅熱門店啊！呢一度嘅 Omakase 套餐咧，每4個禮拜咧就換一個菜單，咁樣先會吸引到人哋一次又一次咁去幫襯嘅。包含咗9至到10道菜，但係佢嘅價錢咧竟然只係需要7700 yen 啫。即係港幣400蚊左右，呢一個價錢喺香港我肯定做唔到，真係令人非常之驚訝。呢一度係有 wine pairing 啦，包括咗1種香檳同埋4種嘅葡萄酒嘅。一開始呢係佢哋餐廳自製嘅 mozzarella 啦，之後就係呢一個鵝肝脆皮三文治。佢一嚟到嘅時候，我好驚訝，係要自己拆開睇下今次係咩味，係好特別嘅。而鵝肝嘅味道咧係非常之濃郁嘅，再配埋開心果嘅配搭咧，係真係冇得輸嘅。之後咧就係用呢一個手套咧，真係誇張，橄欖做成嘅可麗餅，散發住呢一個香草同埋檸檬嘅香氣，而入邊有菠菜泥、綠橄欖、安康魚混合嘅可麗餅皮上面咧，仲有放上咗呢一個牛油果同埋大量嘅香草，係需要戴手套自己捲住嚟食嘅。香草嘅香氣咧就非常之濃郁啦，口感同外觀咧都係好 fresh。超鬆化超脆，番茄超甜，哇大啲啊！今餐呢一個咧一上台咧就我係哇一聲嘅，究竟呢個係咁咩嚟嘅咧？跟住問完之後咧，原來知道咧係嚟自千葉縣八街市嘅新鮮幼粟米酥，即係估唔到原來粟米酥都可以食。然之後下邊咧就係炸蝦，哇！估唔到粟米酥咧係非常之甜啦，即係從來都冇試過。佢配炸蝦嗰個配搭係非常之絕妙嘅。之後就有山形縣嘅豬肉啦，配上洋蔥烤肉串，加埋紅椒、番茄，豬肉係鮮嫩多汁，唔太需要咀嚼，非常之腍。呢一餐應該我喺日本食過最好食嘅法國料理，因為我喺日本淨係食過呢一餐嘅。不過講真嘅，唔使400蚊就食到呢一個質素，我敢保證，只此一間，香港一定做唔到。Yeah, I found you outside, baby, you know I found you standing in the rain.
were holding a pound of heartache. Oh, you were wearing it like shame. Oh, if I've told you once, I told you twice, I tell you 3 times. 呢度就係6日5夜東京買嘅嘢啦，都唔算話好多啦。好，嚟到東京之旅6日5夜嘅最後一日啦。嚟咗銀座最具代表性老字號嘅吃茶店之一，佢創立於1936年，走過咗昭和、平成、令和3個時代，以精緻嘅歐式復古紅磚外觀、優雅嘅旋轉門同埋招牌空中倒咖啡嘅表演而聞名嘅，係好多咖啡迷嚟到銀座必去嘅早餐店。我哋嚟咗第3次先排得到，我哋喺朝頭早9點鐘嚟到，排咗一陣間呢就入得啦。呢度嘅食物質素呢就係正常啦，都係感受下呢一度嘅氛圍嘅啫。最後一日喺銀座，梗係大買特買啦！限定味。Ginger Sense 最後衝刺啦！去邊啊？超香嘅香水店啊！賣晒啊！黑芝麻賣晒啊！最後一日最後一餐喺東京府之門一條巷仔入邊，隱藏住一間開咗唔係好耐，但係已經一位難求嘅天婦羅新星。呢度嘅師傅背景大有來頭，佢係被譽為天婦羅之神祖乙女大師得意嘅弟子。喺名店士山居修業咗好多年之後，親手題字嚟到呢一度行出自己嘅天婦羅之路。天婦羅表面上係炸，但係喺高手入邊其實係蒸同烤嘅技術。小川師傅完美咁承襲咗美川流派嘅神級技藝，利用高溫油喺極短嘅幾十秒之內將麵衣炸到極致酥脆。每一件天婦羅出爐前都係食材味道最濃郁、鮮味鎖得最緊嘅黃金瞬間。呢一種對油溫同埋時間精準嘅掌握，冇10年嘅功力根本就做唔到啊！呢一餐我媽家姐廚師發辦嘅套餐就好似一場高低起伏嘅交響樂，由清甜彈牙嘅大蝦拉開序幕，再到外酥內嫩嘅沙鯪魚，而當中最震撼壓軸嘅一定係江戶前嘅星鰻啦！你聽下呢一下清脆嘅聲音，外皮香脆，入邊嘅魚肉就好似棉花糖咁軟綿，充滿油香。不過呢一度最特別嘅地方係師傅唔單止守住傳統，仲打破咗框框。佢會用以前老店從未用過新潮時令嘅食材，再將現代嘅思維融入咗古老江戶前技術入邊。下次嚟東京不妨提早啲預約嚟呢一度體驗呢一場傳統發揮到極致又充滿咗驚喜嘅天婦羅盛宴啦！你嗰個？咁你點解唔教我講？即係佢將好多蝦咧炸成同一個嘢，哇！我覺得你條大佬黐線。炸甜品，漸變色嘅喎。
好啦，一連2集東京自由行6日5夜之旅就嚟到呢一度，唔知今日介紹咗咁多個地方，大家最想去邊一度呢？定係你有更加正嘅東京餐廳介紹？快啲喺下邊留言話我知啦！如果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 like、share 俾你準備去東京嘅朋友，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 啊！我哋下條片見，拜。